2023年3月份，美国多家军事媒体报道，美国已经在组织军队，决心联合北约各国一起扑向俄罗斯。按照美国人自己的说法，这是为了遏制俄乌战争扩大化。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国这是生怕水还不够浑，一定要亲自下场。美国这一次针对俄罗斯制定了宏大的战略，一共联合了北约30个国家，将各个国家又分成几个梯队，分批对俄罗斯进行包围。资料显示，第一梯队里包含的都是爱沙尼亚等东欧国家，美国让他们在短时间内组建10万联军，对俄罗斯形成成规模的军事威慑。第二梯队则是以德国为基地，计划在1个月之内突入俄国的东部边境。这个计划可不是好玩的，人们统计过，这30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加起来，总兵力超过了300万人。同时，他们还携有大量的高精尖武器，北约集团光是坦克就能拿出17000多辆，海上他们还有150多艘核潜艇，200多艘驱逐舰，空中则有9000多架直升机以及4000多架战斗机。在美国的计划里，直接参与对俄罗斯战争的军队人数就可以突破30万。大军压境之下，俄罗斯能扛多久是个未知数。更何况，在多国的操纵之下，俄乌战争已成僵局。俄罗斯没能在前期取得良好的军事成果，拉锯的时间越长，对俄罗斯的消耗就越大。如果这个时候美国趁火打劫，那俄罗斯面临的就真是崩溃的局面了。这时候，全世界不免把目光投向中国。俄罗斯和中国关系一向不错，而且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地缘关系上，俄罗斯和我国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俄罗斯一旦崩溃，美国下一个就会拿中国开刀。所以人们很关心一个问题，在美国已经明晃晃打出军事牌的情况下，中国会不会对俄罗斯伸出援手呢？这个问题分析起来就复杂了。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首先，军事上的援助并不需要急于一时，这主要是因为北约集团军虽然纸面实力看起来非常可怕，但实际上并没有鼓吹的那么强。根据统计，北约军能够参战的部队之中，其实10有9成都是美国的部队，欧洲各国只是跟在美国背后摇旗呐喊的，他们本身能提供的军事力量其实相当有限。另外，美国吹嘘可以调动北约集团的30个国家，但是北约这样一个利益集团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内部总归会有几个叛逆者。比如说，土耳其愿意跟随美国参战的概率就非常小。还有一些国家虽然有比较强烈的参战意愿，但自身实力实在太差。比如说只有10几万军队的波兰，如果双方真的开战，像波兰这样的国家不但无法给美国提供帮助，可能还会拖后腿。更不用说在北约集团国里，还有些国家是真正的弹丸小国，其自身所拥有的军队数量可能不超过1万，甚至平时还要依靠邻国保护，这样国家的战斗力就更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这样的军事行动表面上是美国和欧洲诸国联合导演，实际上还是美国的独角戏。虽然美国的军事力量也不容小觑，但肉眼可见，美国的实力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是在逐渐缩小的。而且二战之后，美国所经历的几场战争，不管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还是后来在中东地区爆发的一系列战争，美国虽然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样也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几乎让美国泥足深陷，乃至于美国国内由此掀起了强烈的反战情绪。尽管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在现代战争中具有绝对的优势，可是战争从来都不是1、2天能够决定胜负的，想要的越多，付出的就会越多。更何况俄罗斯作为美国的对手，他的实力也并没有那么差。虽然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俄罗斯表现得有些令人失望，但这依然改变不了俄罗斯是军事大国的事实。如果硬碰硬，俄罗斯和美国谁胜谁负还真不好说。毕竟战争爆发的地点大概率在俄罗斯本土，美国人客场作战本身就削弱了优势。同时美国本土陆军也多年没有经历过大规模作战，他们的战斗力是逐年弱化的。而俄罗斯军队现在保持着战斗状态，美军能不能拿出足够的作战信心更不好说。美国此刻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这些年来美国人对于政府的信心越来越差，经济更是连年滑坡，这些事情都预示着美国所构建的霸权体系正在走向崩溃。正因如此，美国才在全世界煽风点火，以转移矛盾。但是一旦美国在和俄罗斯的战争之中落败，
政府的公信力就会进一步崩溃。到那时，美国要付出的代价就不仅是一场战争的胜败了，很有可能是政权的颠覆。要知道，俄罗斯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拿捏的小国，双方只要打起来，战争就绝不会轻易的结束。俄罗斯肯定扛不住这样旷日持久的战争，但反过来，美国难道就扛得住吗？正因为大国之间的战争牵连太广，所以这些年来，尽管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矛盾重重，但是双方却都尽量避免直接在战场上发生冲突。正如如今的俄乌战争，虽然美国一直站在乌克兰背后上蹿下跳，可说到底，这终究是一场代理人战争，只要美国还没有出面，事情就有转圜的余地。所以基于这一点，中国不用太急着在军事方面出手，因为美国现在无论如何嚣张，也不过只是陈兵边境。至于今后美国到底敢不敢真的和俄罗斯开打，还需要观望，没必要进一步将战争扩大化。当然，永远保持对美国的警惕是必须的，因为美国这一次联合30国的行动，除了针对俄罗斯，也有一部分是针对中国的。在这场军事行动开始之前，美国已经连同北约不断地鼓吹中国威胁论，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对中国百般攻击，屡次提出中国在威胁周边国家的安全。美国如此不遗余力地给中国泼脏水，自然是为了动摇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美国一直想要把亚太地区变成第2个北约，只是在这一地区，中国和俄罗斯都有着绝对的权威，所以美国始终没能成功。这对于一向玩弄霸权的美国来说，简直不可容忍。所以，如今美国用俄乌战争试图拖垮俄罗斯，俄罗斯已经入了局，那下一个就是中国。美国或许想通过这样的行动攻破中国的心理防线，迫使中国采取不理智的军事行动，由此就可以引发亚太地区的动荡，北约也就可以进一步扩张了。不过，美国显然高估了自己的政治智慧，这样拙劣的招数他们使过太多次，所以一眼就能看穿。对于美国的种种挑衅，国防部如此回应：近年来，北约不断突破传统防区和领域，谋求加强与亚太国家军事安全联系，刻意挑动矛盾分歧，鼓吹阵营对抗，制造地区紧张，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构成现实挑战和威胁。在俄乌战争这场庞大的阴谋里，中国最需要的是保持冷静，因为美国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把中国拖下水，从而一举解决掉中国与俄罗斯2个对手。在战争爆发的初期，中国的立场其实是非常尴尬的。一方面，俄罗斯自然希望中国能够全面放开对于俄罗斯的支援，毕竟俄罗斯的经济基础摇摇欲坠，如果没有中国这个盟友，那战争一开始，俄罗斯就崩溃了。而美国方面则是刻意为难，堂而皇之地表明要对俄罗斯实行全球封锁，更通过联合国通告，任何国家不得违反国际规定，向俄罗斯提供非法的武器弹药。这条规定明显就是说给中国听的。为了保障中国的自身利益，我们既不能被战争拖进去，同时又要维护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俄罗斯最好的援助方式其实是经济方面。在战争之前，俄罗斯便一直遭受着来自西方的经济制裁，而在战争之后，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俄罗斯的经济连年负增长，这对俄罗斯的国家稳定显然是不利的。不过，幸好俄罗斯还有中国这个贸易伙伴，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优势在于地大物博，而且有着一条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所以，虽然此前中国也遭受过来自西方的制裁，但是却没有如西方所希望的那样彻底崩溃。这正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可以完成内循环，说直白一点，就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不必过度的依赖其他国家。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制裁虽然伤筋动骨，但始终伤不到根本。相比于中国，俄罗斯坏就坏在他们的产业链不够完整，他们和欧洲国家之间还有着大量的外贸订单，所以经济制裁令一下，俄罗斯受到的冲击很大。不过，中国在这个方面愿意出手相助，中国庞大的市场足够消化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在战争爆发之后，双方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合作进一步扩大，俄罗斯的商品大量的出口到我国，而同时，我国发达的制造业也给俄罗斯吃了一剂定心丸。对于中国和俄罗斯来说，目前这样的合作是双赢局面，双方之间可以取长补短。典型的例子就是能源方面的合作，
俄罗斯境内有着丰富的能源，一直都是一个能源出口大国，而中国是一个能源进口大国。中国现在正处在高速发展上升期，所以极度的依赖能源。现在我们能够和俄罗斯在能源上携手合作，发展的速度必将比过去更快。2023年的新数据显示，俄罗斯向中国出口了约 1.5 亿吨石油和约500亿立方米天然气，占其总出口量的近一半。而中国向俄罗斯出口了约2000亿美元的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服装鞋帽等商品，占其总出口量的近1/3。这样的合作除了化解俄罗斯目前的危机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长远的好处，那就是冲破美国打造的全球经济体系。众所周知，美国手里靠着美元、黄金、石油一直牢牢地操控全世界，甚至肆无忌惮地将自己的经济危机转嫁。但现在美国遇到了对手，我国正在积极地和全世界对话，同时构建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市场。如果中国的计划成功，那么全球的经济重心将会往亚洲偏移。经济的繁荣是一个国家强盛的保证，如果能通过经济来进一步遏制美国的霸权主义，那么今后世界也不会再遭遇俄乌战争这样的危机了。更准确地说，中国现在对俄罗斯最好的援助，就是让自身强大起来，彻底打破美国的霸权主义。因为我们都看得到，这场战争虽然爆发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但本质上还是霸权主义的一环。只有彻底的消灭霸权主义，才能够避免更多的冲突。否则，一个俄乌战争结束，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战争。只要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还存在于世界，他们就会不断地利用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来拱卫自己世界第一的宝座。由此也可以明白，美国为何如此痛恨中国和俄罗斯。因为这两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小国，他们有一定的实力来反抗美国，制约美国。可以想象，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彻底在地球上消失的话，那么失去对手的美国将会彻底将整个地球收入囊中，全世界的人民都将沦为霸权主义之下的奴隶。所以，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没有人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所能做的便是尽其所能，走正确的道路。